来了来了，一帆好看。喂喂喂 ，Hello，宇航， ，Hello，能听出来我是谁吗？当然听得出来了。我还想说，我说听不出来，我就自我介绍一下。那你现在也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呀。真的吗？Hello，金宇航，我叫王一帆。嘿，这么正式吗？我感觉想说的话好多，但是打通突然就不知道说什么。没事啊，你可以慢慢说。等我调整一下啊。怎么说呢？就我觉得这通电话还蛮重要的，对我来说。我感觉我对你的印象应该是最开始在岛上选照片，我当时只是觉得我们笑起来很好看，我说那我就会选择你。但其实我后面再回想，可能我当下的那个对照片的第一眼，应该就可能我的小鹿已经这个撞了一下，然后我们实际的相见是在晚宴嘛，我感觉我在晚宴上见你的第一眼就感觉慢慢的。是的。那天我就一直在看你，慢慢的在说什么。其实他的很多很出乎的地方，在他看上去他这个类型很阳光，这就是你说的没有进来是吧？哎呀，好吧。是，hello。我叫金宇航，黄金的金，大禹治水的禹，行业的行。只是说可能那天太远了。是，我还在想你会不会听不见我在说什么，所以那天跟你对话的时候，我会特别就是大声一点。就直到那次，你知道就是下雨天去洗拖把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好像是同频的。啊，谢谢。没事，你往那边打。没事，要不我来吧。没事，你来。真的吗？真的，我来吧。这样就这样子吗？真起了个头。Hello，给你们送香蕉。他就这么默默的看着。哎，他们不是去遛狗了吗？对，他们遛狗，但没把Nico带出去。那我跟你去遛吧。好啊。两个妇女。啊。我说那个水怎么一直不滚呢？我那天烧开了。喝点淡的吧，少喝点咸的吧，就放很少调料就行。他这个好勇敢。所以说，其实从那天开始，我后面可能就会很直接的在表达我对你的喜欢，或者说是主动。我有感受到。
但是我可能就是现身之后，我可能就很多东西都意识不到，就我也意识不到我的行为是否会对你有影响，或者说是否对你有压力。我觉得是从小火车上，我才觉得自己好像给你带来了很多负面情绪，或者说是很多不好的影响。可能是那一段情绪之后过后，我又重新去审视了一下自己，我觉得我因为我一直觉得两个人，不管说是出于什么感情，两个人的相处都不应该去改变自己。对，所以说我其实从短途旅行看到你的时候，依旧很开心。即便我可能心里也很明白，但是我依旧很开心。还是很喜欢他啊。我会站在这里，也是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去做完自己想做的事情。勇敢的女孩。所以说我今天其实给你准备了礼物，还准备了礼物。我手上还有一束花，我最喜欢的一支是一个紫色的鸢尾花，然后我选它是因为它其实代表自由。就像我前面说的，我是很直接，所以说我会在你面前展现出最真实、哪怕是这种炽热的感情的一个人。但是我不希望我的这些所作所为会影响到你，束缚住你。就像我之前一直跟你说，我说金宇航你做自己，金宇航你做自己。就我希望你万事皆如愿。其实我想说，首先我真的很感谢你，就是能对我说这么多你的心里话，我也能感受到当你说这番话的时候是真的非常真诚的。然后你也是我在生活中遇到过最勇敢的女生，我是真的很认真的在说这句话。我觉得我更想以朋友身份跟你一起相处下去，然后我也很谢谢你今天为我准备的这些礼物，我觉得你真的非常用心，所以我真也祝愿你像一只紫色的月鸟一样自由自在的飞翔，然后能够遇见非常懂你的另外一只。我觉得挺好的，小屋的生活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但是我还是很感谢这次小屋之旅，让我确实是一见钟情而不自知的遇见了你。哎呀，好的，谢谢。
拜拜金宇航，拜拜一凡。拜拜。我们谢谢一帆，谢谢这个勇敢的女孩，在我们心动的信号第8季里面所给我们留下的所有的对她的这些美好的记忆。我有一个感受想分享，就是看完这2期以后，我会觉得一帆他是一个懂得爱自己的人，因为有很多人站在他这个位置会否定自己，但是在他身上我会看见他接纳自己对金宇航的心意，同时呢，他还会肯定自己的主动，其实这个是非常难得也非常可贵的。确实，日老师说的很对，因为你喜欢的那个人他并不喜欢你，并不代表是你有问题。对，现实生活中很多年轻的朋友会因为很主动的去向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表达了爱意而感到羞耻，但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啊。对，就是你这么有爱一个人的能力，这么愿意去大大方方的去付出和表达。我觉得他没有必要也不需要改变他自己，因为他如果遇到一个刚好可以接触他感情，然后也刚好懂他的人，那其实遇到他就会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我觉得他把自己的课题做得非常好，很圆满的一个答卷，所以我觉得也挺浪漫也挺幸福的吧。他幸福的点在于他说他遇到了一个一见钟情且不自知的人，我觉得这种人应该也不是那么好遇的。对，但是这只是在这里结束了而已，那未来呢？命运的齿轮转动了呢？因为要给自己一个能让命运的齿轮转动的机会吧。是，说得好，说得真好，谢谢。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到，其实包括我们这个整个一期，其实我们讨论的很多话题，其实都跟真的需要去改变自己，这个围绕的都是这个话题。那你们觉得说哪一些地方是可以值得去改变的，哪些地方其实完全没必要？你们有觉得吗？我刚自己认真的在想，好像我们的成长一直都是在改变。其实改变对于我来说是成长，是我的更新迭代，新的版本 2.0、3.0， 其实底色还是我自己。改变也没有那么的不好，其实因为要知道自己不仅足够优秀，还绰绰有余。我同意，因为我觉得就是被迫的改变和主观的去选择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应该重新认识什么是改变。这个改变这个词里，一个字我特别讨厌，一个字我特别喜欢。我讨厌的是改，因为改就感觉是错了，就是你要改就感觉是对你前半截的一种否认，你要改它，所以我不喜欢这个词，但我喜欢变。对于我来说啊，变化是一种创造一个新的自己，就像你说的，它是一种可能性。我觉得在一起之前没有必要改变，因为你就是你，他就是他。如果2个灵魂正好可以契合在一起的话，那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但是在一起之后，一定会改变呀。但这个改变不是说换成另一个人，或者是去迎合自己的另一半，而是要改变一个状态，才能让2个人更好的契合在一起。我特别认同，就是刚明浩老师说的这个，我觉得亲密关系要分成心动期和相处期来看。就是心动期，像一帆说的，我不想改变自己，他讲的是我吸引别人的方式，我表达心动的方式。首先，你也不知道怎么样真的可以吸引到那个人；其次，你自己还会在里面很纠结、很内耗。所以在心动期，就大大方方以你自己的方式去，这样才能吸引到一个喜欢最自然的、真实的你的这样的人。但是到了相处期，可以去调节的，就像刚才明浩老师说的，是一些相处的技巧、沟通的方式、处理矛盾的方式，可能这个在相处期
就会是一个必须的事情。心动最大的魅力就是我们可以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也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些映射，对，并且把我们都变得越来越好。也谢谢一帆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带给我们这种内心的感受。我觉得这个也希望在看我们节目的人可以找到那个更加真实的、快快乐乐的、勇敢的自己。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往后看了，是吃这一组就非常有悬念了，一边是成熟稳重、持续输出的情绪价值给满的子涵，是一边是抽象童真，只要说话就可以给你带来不一样体验的宇航。然后他们将依次给我们的迟迟打告白电话，来，让我们往后看吧。来了这段。